师兄这是在干什么呀？师弟有所不知吧？这趟列车，当年就是从抚远开往昌业的。不过那个时候你正在芝山上面。其实咱们师傅啊，就死在这趟列车上面。咱们两个为徒的啊，就从来没有一块祭拜过师傅。 反而在他老人家走了之后，非得弄个你死我活，置对方于死地。哎呀，世事难料啊！现在为了完成他老人家的大业，咱们两个人要化干戈为玉帛，又一块坐上这趟列车，还真是缘分呢。哦，对了，你别忘了，当年师傅可是最宠爱你的呀！啊，我觉得你应该在师傅这个列车前面。 一块祭拜一下，一块来祭拜一下，来。师兄，师傅的灵堂在我们一家，在我心里，你还是自己祭拜吧，真诚点儿。 你醒了？我睡了多久了？没睡多久，你再睡一会儿吧。这趟车很安全的。这一去，又是一场腥风血雨。你害怕吗？有你在，不怕。哼，不好意思啊。 打扰二位休息了，那师兄还不赶快离开这里？你的意思是要赶我走？不然呢？我认为秦小姐应该不会这么想吧。傅荣才，我现在手里要是有把枪，你早就血溅当场了。其实我一直认为秦小姐，你是一个心明眼亮的姑娘。 但你怎么可以一叶障目，不见泰山呢？哎呀，这其实也怪我，我应该一早就把实情告诉你。傅荣才，干什么呀？这么大动静！你手里头没枪，你吓唬不着我，啊？秦小姐，你真应该把眼睛睁开了，好好看看你身边这个年轻俊才。 就这个人，他才是你们家的杀母仇人。如果你想说的是这个的话，那你已经可以走了。过去的事情，我已经不想再追究了。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得已的原因。 为何不化解这仇恨，珍惜眼前的美景呢？我真没想到，杀母之仇居然可以这么轻易的化解。看来，我这修行还不算高啊，是我心胸狭隘了。自叹不如啊！咱们马上就要到益州了，还麻烦二位稍微收拾一下。 咱们该下车了。李帅，久违了。哎，夫人呢？夫人路途奔波劳累，在车上睡着了。哦，这个三少还是这么风神俊了。可惜啊，可惜。可惜，不知李帅说的“可惜”是什么意思？可惜命不久矣呀。 我本不应该杀你，可是对方给我的条件实在是太优厚了，让我真是忍不住心动啊！我父亲说的没错，李帅易被小人操控，喜欢出尔反尔。在我来益州之前，
父亲给了我一枚法宝翻天印，专治妖邪。法宝？就算你把神佛都搬过来，也救不了你。李帅倒不如先看看再说。不到危急关头，绝不能让人看到。这就是你的命。哼，易继培用一个区区的印鉴，就想来换你的性命，未免太托大了吧？李帅不认识这枚印子无所谓，但是我师兄见多识广，你应该见过他吧？易继培居然会把这么重要的东西给了你！3年前，我父亲把易家所有的财产转移到了瑞士，任何人拿着这枚印章，都可以去取钱。当然，李帅，您可以现在杀了我，或者是攻破江左，杀了我全家。但任何一个人拿着这个印章，去了瑞士，都可以继续招兵买马，割据一方。易连凯，我告诉你，你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了。大帅，就按你说的办，就地办了他，干净利索。师兄啊，师兄，你怎么能这么欺瞒李帅呢？我倒是忘了，我这个师兄啊，最擅长的就是逃跑。李帅有所不知，当年我师兄几乎撼动了整个前平政府，可就在大厦将倾之前，他却拍拍屁股跑了。在雍南，我朝水里打了一梭子子弹都没打死你，让你从我眼皮子底下逃跑了，厉害！李帅，可能以后当您发现问题的时候，我这个师兄也早就消失不见了吧？血口喷人，无中生有。李帅，你千万不能听他的。你还记得咱们在芝山吃的亏吗？易连凯这个人，我再了解不过了。哼，这小子生性纨绔，而且最善设局，心思颇重。他现在好不容易落在咱们手里边了，坚决不能让他活着回去。哎，我说易连凯，你说傅先生欺瞒李帅，你这话从何而来啊？可能大家都有所不知吧。瑞士银行以安全闻名世界，区区一个印子就想去取钱，你们开玩笑吧？你们连印子的形状都没见过，它是方的还是圆的，什么材质也无法仿制。拿一个印子取钱，国内的银行都不会认，更别说是瑞士银行了。师兄这么着急让李帅杀了我，隐瞒这么重要的事情，这难道不是欺瞒吗？易连凯，你……李帅，易公子是江左派来的人才，答应易帅的事情，咱们还得做。这杀人的事情不是随随便便干的。至于傅先生是不是欺瞒大帅，等把这些事情调查清楚了，大家也都明了了。好啊，那就让我看看那枚印鉴现在何处。搜身。李帅，这么重要的物品我会随身携带吗？我只想问您一句话：这笔钱，您是想要还是不想要？易公子，李帅跟你开玩笑呢。李帅这个玩笑开得太真了。三少是来益州做事的，我怎么能老吓唬三少呢？我早已经为你准备好了下榻的地方，你远道而来辛苦了，我让姚师长亲自安排你住下。姚师长在，你安排三少先住下，吃穿用度，只要他提的要求，你都尽量去满足他。放心吧，李帅。易公子，咱们走吧。告辞。李帅，
这个人今天你不把他杀了，那以后你一定会后悔的。李帅，三少爷，刚才我真是替你捏了一把汗，这枪都顶到头上了，还能说出那番话，真是大智大勇啊！这人一旦到了危急时刻，脑子转的就比平常人要快一些。姚师长征战沙场这么多年，虎口脱险的道理，应该比我还要了解吧？可得了吧，我可不像你那样跟九命猫似的，到什么时候都能捡回一条命来。姚师长，我这到了益州，就相当于半只脚踏进地狱了。论亲疏，李大帅虽然跟我称兄道弟的，但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就想着要杀我了。可是我跟姚师长不一样，我们可是共同患难、共同度过生死的人，到时候你可得拉我一把呀，不然我们夫妻二人……你可别这么说，我可拉不动你。咱们俩的关系走得再近，说到底，我也是李大帅的人，到头来我还得听他的。姚师长，您不过是食人俸禄替人办事，如果这俸禄我替李大帅出了，那是不是我们就可以联手了？三少爷真把我当成要饭的了。这个世界上有些东西用钱是买不来的。姚师长，不是用钱买不来，是价格没到位。我倒真想知道三少爷能给我开出什么价码。现在还不好说，不过做生意嘛，总要知根知底。我得知道姚师长想要什么，我才能给什么呀。三少爷，这就是你的新居了。我知道他肯定不如义府，不过呢，益州没有抚远富裕，你就先将就着住吧。啊，不错，这房子已经够宽敞了。这房子敞亮的叫人惦记啊！三少爷，李帅吩咐过，三少爷有任何要求，我们都无条件满足你们。三少奶奶怎么样？你觉得这个房子还满意吗？姚师长安排得很好，只是旅途劳顿，我有些累了，就先回去休息了。请。自从到了益州，就感觉你奇奇怪怪的。不是，我是在怪你，怪你为什么一直隐瞒我。傅荣人才说的那些话，都是真的吗？以前在雍南，我就听他提起过。不过后来事情太多，我以为他死了，所以就没有想再追究。可是刚才你在车上说，岳父不是帮你解开心结了吗？其实父亲什么都没有对我说过，我说的那些话，不过是不想让傅荣才看笑话罢了。说实话，我现在还在隐隐期盼，期盼你能像以前一样，冲我发火，骂我，怪我为什么相信傅荣才的谎话。兰坡，
你跟我说实话，他说的那些话，到底是不是真的？师弟，你这个位置选得很好啊！既可以看得见来路，又给自个儿留了一条后路。师傅真是把万千宠爱和一生所学全给了你。我跟你没法比，天生好命。不说这些了，时间差不多了，还剩下5分钟，我就可以让这颗闲置的棋子搅乱整个内阁。其实都说世上没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，但是如果真的掉下来个馅饼，砸在一个人头上，也许他真的就把它当成了馅饼，根本不会意识到那是一瓶毒药。师兄，你别太急功近利了。师傅的安排，咱们还得一步一步走才行。这点你放心，师傅的所有计划，我会尽全力完成。你好，我叫秦桑，我来找我爹秦后生。请稍等。爹，哎，我来接您下班。好，好，好，走吧。兰婆，你怎么这么荒唐啊？师傅，真的不能这么做。开弓没有回头箭，你非要这样，不是为难咱师傅吗？现在他鱼饵已经放馊了，即便把鱼线绞断了，他照样会死，还不如让他不明就里的上钩，这样还可以逞一时之快。师傅，我跟你说啊，你如果再执意的保护这个秦后生，你毁掉的就是你爹的筹谋，你一家的基业。爹，哎，玉萍，快过来，来坐这儿，我给你介绍一下。这2位呢，就是你一直想见的三少爷跟三少奶奶。三少爷好，三少奶奶好。这呢是我的女儿，玉萍，顽劣得很。上次我从芝山回来的时候，我的安全问题她一句都没问，天天缠着我问三少爷是怎么退的兵，三少爷是怎么退的兵。哎呀，爹，您的安危还用问吗？我又不是不知道您安全回来了。可三少爷如何退兵的事，一份报纸一个说法，同学们都在问我发生了什么事，我能怎么办？只能问您啦。我女儿是在昌业大学读文学系，正好放假回来。哎呀，我是老了，现在这年轻人啊，想什么我也不知道。三少奶奶见多识广，以后要多教教我的女儿。我算上的是西洋大学，但是学的还是老一套的学堂私塾，无趣得很。我呀，倒是愿意跟四小姐学一些新东西。哎，你可千万别夸她，我这个女儿只要一夸她，她就翘尾巴。玉萍啊，以后要多向三少奶奶学习，别一天像个毛猴似的上蹿下跳，像个什么样子？只有像三少奶奶这样气质的女人，才能够找到像三少爷这么优秀的丈夫。哎呀，爹，怎么2、3句话又扯到这上边了？看来天下间的父亲对女儿的爱都是如出一辙的，每一个父亲都想要自己女儿嫁一个好人家。我岳父也经常叮嘱我，要多学学夫妻之道。你们2个真是神仙眷侣啊，出双入对。看来这夫妻之道已经是学到骨子里去了。老爷，夫人说，请您给老太太寿宴的菜码过过目。玉萍啊，
你好好陪三少爷和三少奶奶聊聊啊！啊，知道了，爹。三少爷，你们先坐。早听我爹说过，三少爷和三少奶奶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。他还说，当时芝山上被围得密不透风，是三少奶奶过五关斩六将，硬是闯到了芝山上。都说夫妻本是同林鸟，大难临头各自飞，可三少奶奶为了真爱却勇闯地狱门，可见您与三少爷是情比金坚。哪有那么夸张啊？围山的慕容少帅与一家沾亲带故。再说了，他何必为难我一个女人呢？我呀，只不过是让他开个口子，放我上山，哪有过五关斩六将这一说？哎，姚四小姐喜欢看书啊？三少奶奶，您喜欢看书，只管拿去就是了。原来姚四小姐喜欢看爱情小说呀？你是不是也憧憬着一份美好的爱情啊？我只想要一段像三少爷和三少奶奶一样，如火焰一般炽烈的爱情。火焰虽然炽烈，却容易灼伤自己。有时候啊，明明心如死灰，却又想着有一片火可以再次燎原。三少奶奶，您说的太深，我不太懂。大概只有经历过，才知道各中滋味吧。姚小姐，我和夫人今天走到这一步，是命也是运。你知道吗？爱一个人，又费力又费神。可能等姚小姐真正谈了恋爱之后，就会明白其中的道理了。怎么会费力费神？爱情不是可以让两个人心意相通吗？只有两个人真诚地对待彼此，才会心意相通的。一个口口声声说爱你的人，却一直在背后欺骗你，这又怎么能做到真诚呢？那也要看他骗的是什么。如果一个人明明不爱我，却欺骗我说他爱，那才是最恶毒的谎言。可要是一个人满心都是我，无论他做什么，也改变不了他爱我的初衷。我想我会原谅他的。是吗？姚四小姐还真是豁达。这句话写得好，我对世界撒谎，我却不能骗你。你是我唯一的圣坛，在你面前虚情假意，我不敢。爱情，嫉妒的爱情，盲目的爱情，唯有爱情逼迫我吐出一切。原来三少爷也喜欢普希金的诗啊。你尽可以注视着别人，但请信任我这颗心。也是普希金的诗。来益州之前，我本来想，这可能就是我最后的归宿了。可是没想到，有一天我还想逃离这里。你想走啊？我想回前平了。我本来义无反顾地跟你来到这里，是因为我相信你永远不会欺骗我，我相信你会保护我。可是现在我怕了。我们一起经历了那么多事，经历了那么多风风雨雨，没想到你还有事情瞒着我。小桑，无论我做任何事情，都是为了你。我不想让你受到伤害，只想一直保护着你，但往往事与愿违。我只恨我自己不能再强大些，不能保护你。但是你要相信我，有些事情我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。但是现在你要听我的。尤其是在最危险的时候。可我是你的妻子，无论好事坏事，你都要告诉我，我愿意跟你一起分担。我只是不想让你受到伤害。
这外面的事由我来处理就好了。可伤害我的不是别人。我只是想保护你，小桑，就等着我吧。如今江左的局势已定，联省的大计不能再拖了，至少要让慕容辰和李重年看得出我们的动作来。既然他们两边都不想动，那咱们就得逼他们动。是。现在最困难的，其一是联省之后，财政如何改革，税制如何改革；其二，江左多年以来都是军民分治，督军管军，民政官管民。虽然二人权力平等，但是手握兵权的人难免会强势一些。现在既然是联省，恰好可以以联省为由，削弱军政官手中的权力，使指挥权和管辖权一定要分开。大哥，我不同意啊！你之前也是带过兵的，怎么能说出这种话来呢？宋朝的时候，把发兵之权和握兵之重分离，表面上看的确是遏制了藩镇割据，可这实际上呢，兵将之间互不熟悉，战场之上也难有默契。当金人打过来的时候，宋朝的军队一退再退，不是这兵不勇，也不是将无谋，这问题的根源就出在了兵制上。二弟说的都对，正是因为大哥带过兵，所以才深知其中的根由。平常人总是会误会武将骁勇，故而主战；文官保守，故而主和。其实不然，为武将的要将自己的身体、生命赋予战场，所以心中谨慎；而为文官者，并不知道战场上的惨烈，所以才会主张开战。正是基于这些原因，我才主张父亲和他们一起裁军。大哥，咱们现在虽然平定了江左，可你别忘了，北边还有一个慕容辰呢。这慕容辰的身后站的可是日本人。咱们在这里搞联省，咱们在这里搞裁军，可倘若有一天，这慕容辰带着日本人打到了江左，咱们怎么办？老二啊，不要一提到兵权你就这么敏感。你还是扶军的少帅，还是咱们江左最重要的军事保障。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，都是为了江左的未来。爹，政治上的事情云溪不懂，自然是由您和大哥来定夺。可是我真的不明白，您这先裁军又分权，这是为了什么呀？我认为啊，江左可以丢，天下也可以丢，可跟着咱们出生入死这些扶军弟兄，一个都不能丢。只要咱们扶军的力量在，不管咱们丢什么，早晚有一天咱们能打回来。可是如果他们不在了，咱们怎么办呢？从今日起，益州与江左五省联省自治，大难方平，主权统一。各省督军应深明大义，恪守准绳，服从联省政府指挥。联省自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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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联省自治。师父，你看到了吗？你看到我今天了吗？闵小姐平时喜欢养鱼啊？二少爷近日如此颓唐，看起来不像只是为了关心我养鱼的事情啊。闵小姐果然是长了一双慧眼。不瞒闵小姐，老三走了之后，这几日我一直没有他的消息。抚远是他的伤心之地，他不忍回顾，
也是正常的。敢问闵小姐，你有没有他的消息？听说他帮李重年搞联省，一切都好，放心吧。那就好。整个江左的人都羡慕易家风光，谁能想到，身为易家的少爷，却如此身不由己。作为人质来说，活着就是最好的消息。真是想不到，都说二少爷铁血铁腕，可内心却是这么柔软的一个人。依我看来，这易连凯不如他大哥易连仪呀！啊，这看起来派头不小，说的好像也有几分道理，但是过于片面，没有大局观。毕竟年轻气盛，老道不足，所以大帅不必对他过于用心。红玉曾经说，易连凯此人不能小觑。有些人表面看上去越是轻浮，他就越是心机深沉。易连凯果然是头猛虎，不愧是范之恒的徒弟。我这师傅对他一直都很重视，还真是把毕生所学全教给了他，真是不公平啊！以前只听说易连胜行军打仗，一家三兄弟，也只有他能跟我称得上棋逢对手。可是，一旦到了和平演变，我们打的可是一场无声的战争。站在战场上的只有政客和商人，手中握的有权力、关系和金钱。这易家果然是个虎狼窝，不得不让我提防3分。哎，大帅不用过于担心，现在这易连凯在咱们手里，他就是再强，也逃不出益州去。只怕我早晚也得放他回去。只要他一天手里握着易家的财产和印鉴，他就知道我是不会动他的。他想走想留，全凭他一念之间。不行，大帅，如果把他放回去了，就等于放虎归山呢。我当然知道，正是因为这样，我才让红玉一直监视着他。没想到，他竟然完全置身事外，丝毫不反对改革。现在整个府远，说是易继培的，可是那些政令改革，哪一点不是易继培和易连仪商量出来的？可怜易连胜却毫无察觉，自己的权力慢慢的被他大哥蚕食掉了吗？其实正是因为易家老大那条废腿，给了易连胜一颗定心丸。他根本就不在意易连仪，因为他知道易家老大根本对他造成不了任何的威胁，他也不在乎。但是人总有他在意的事情。那你有什么好计策？易连胜他现在一直走得顺风顺水，得到了自己想要的女人，也得到了易家的继承权。他自以为已经坐稳了江山，我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让他如履薄冰。报告，少帅，刚刚又逮捕了在公共场合造谣生事的3个人，查抄了街头小报200余份，已经全部给烧了。少帅，这次的传言，真是一夜之间席卷了整个府院，来得太蹊跷，而且又是如此侮辱二少奶奶名节的事情，我觉得一定是背后有人操纵。有人操纵，那就把这个人给我揪出来毙了。另外3个人呢？
全部押到牢里了。可是什么？可是他们只是传一些风言风语，按照法律规定，至多只能关押3天。这叫风言风语啊！这分明是骑在我的脖子上，侮辱我的夫人，侮辱我的人格。我却只能关他们3天，我还不能杀了他们。少帅，靠杀堵不住悠悠众口，反而会落人口实，有损颜面呢。好，杀不得他们，那就给我拔了他们的舌头。云溪，哎，这2天大哥和父亲大门不出的，在商讨联省自治的事情，你怎么不去啊？他们商讨的，无非是经济和司法，并非我所长。我要是去了，只会给他们添乱而已。你不懂就得多听多学嘛，总会有插上话的时候。以后你可是要继承父亲，继承这个家的。要学的东西还很多呢。我收到消息，李崇年对联省的事情很抵触，再加上义军的改制，多次与老三发生口角，而且李崇年受了傅荣才的鼓动，把老三关进了大牢。什么？老三被关了？这个李崇年心狠手辣，老三不会有什么不测吧？云溪，你应该去想一想办法呀。办法有，我可以直接带兵去打下益州。可是燕云，这样一来，你难道就不担心我的人身安全吗？云溪，兰婆可是你的亲兄弟，现在兄弟有难了，你当然应该出手相救。再说了，你打了这么多年的仗，应该是非常有经验的。一直有一件事情我闹不明白。那天父亲一直拖着我陪他打麻将，打了1天1夜，谁都不能走。你知不知道为什么？不知道啊。既然你也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，那咱们就一起找父亲，问个清楚。现在最困难的部分在于教育部门的改革。西洋学校以教育……云溪，爹，云溪有话要问你。我和你大哥在议政，你这样子冲进来，还有规矩吗？出去！爹，外面的传言，您跟大哥我相信一定都听过。可这个时候却让我出去，敢问父亲，您是不想听我说，还是不敢听我说呀？天下人的嘴你堵不住，可是真相如何，你心里应该很清楚。外面的人到底在说些什么？云溪，你为什么突然间怀疑我和兰坡啊？爹，事发当时，您一直拖着我打麻将，哪儿都不让去，这是为什么？看不出什么吗？众口铄金，积毁销骨。这件事一开始就有预谋的，这样的小伎俩，你看不出来吗？大哥，外面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没事啊，爹。既然您觉得这件事情有人在搞鬼，那为什么还要联合大哥一起来骗我呢？外面的传言都已经飞到天上去了，你还让我怎么坚信燕云？今天我就是要弄明白一件事情：燕云肚子里的孩子，到底是我义莲生的，还是他义莲凯的？闭嘴！燕云如今怀有身孕，你竟然说出这样的话来！燕云，你不要生他的气，安心养胎，一家有我给你撑腰。
绝不允许他欺负你。